美国房屋保险年年翻倍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在美国做房东最容易被忽略，但是涨得最狠的支出是什么吗？不是房贷，也不是地税，而是房屋保险。很多华人投资以为只要没有出事，保费就稳，但是现实是，房子没有出险，保费却疯狂的涨，甚至直接被退保，一年涨30%、50%，不是特例。有人去年房屋保险费是3500，今年续保直接变成了$5200，没出险不出事。但是保费照样翻了40%，房子还在那里，但是保费却成了新的不可控的炸弹，一点点的在吞噬你的现金流，压缩你的回报率。这是看不见的房东的危机，它正在悄悄地把美国地产投资变成了一场高风险的对赌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，2025年的全美范围内住房保险比2021年的增长39.7%，涨至平均每套房$3520。加州因为山火的原因，房屋保险还要上涨21%。2024年，家庭住房保险平均年增长了8%，几乎是通货膨胀率2.9%的3倍。佛州排名第一，平均的保费是$14,560。路易斯安那州排名第二，平均保费是$13,937。德州排名第六，平均保费是$6,522。那么为什么涨得那么狠呢？保险行业给出了一个很一致的答案，就是5个字：系统性的风险。比如极端气候的频发，飓风、野火、冰雹一年比一年猛。2022年，飓风袭击佛州，造成超过$1000亿的损失，这是美国历史上面损失排名的前5的自然灾害。2024年的春季，德州的达拉斯的大型冰雹风暴，让达拉斯2025年的地区平均的保费突破了$6700每一年。再就是2025年的1月7日起，加州的南部历史级的山火，毁烧超过1.8万栋的建筑，造成高达$394亿的保险损失。保险价格的飞涨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保险公司其实自己也会买保险，叫做再保险，就是为了防止大灾难来的时候自己破产。如果说给加州的1000户人家保房屋，万一哪天加州的山火把这1000栋的房子烧了，可能就赔不起，所以他就提前和再保险的公司签约，每收$100的保费就会拿10元给你，真的是出大事就帮赔我一半，这就是再保险的机制。可是现在全球的极端气候越来越多，连这些再保险的公司也在大赔钱，所以他们也在涨价。保险公司就把这成本又转嫁给你我这些房东。现在你买个房子就得先被保险提前收割了一轮。还有一点点很多人忽略的，那就是关税。最近对进口的木材、钢材加税，让每栋房的建造成本平均多出了$11,000,000。保险公司当然会说，你这房子要赔，重造的时候我的成本更高啊，我得赔得更多。所以干脆直接给你涨保费，或者不给你保。预计2025年因为关税带来的保费增加足足有11%，而我们喜欢投资的几个州恰好都是在重灾区，比如佛州，平均年保费已经达到14,140，
很多保险公司直接撤出市场，加州必须做抗火升级才能保住保单，涨幅超过20%。德州风灾加建材涨价，2025年平均保费逼近$6700。那么保费剧增，这对我们这些远程管理房产的海外投资人意味着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你的净租金回报率正在被悄悄地侵蚀，尤其是做 Airbnb 独栋别墅出租房的朋友，房屋保险是必须的刚需，涨价直接砍掉你利润的一大块。那怎么办呢？不是不能投资，而是要更聪明的投资，更系统的投资。我们分享几点建议给你们。你要多渠道的比价格，找非主流的保险公司，别只盯着大品牌的保险公司。多套房可以打包的溢价，争取包 discount， 省下来的就是纯现金流。定期 review 保额，确保保障跟得上市场价值。别保小赔大了，做好降风险升级，比如加装抗风窗、耐火的屋顶，这些其实也是在投资未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做投资的决策时候，就把保险涨幅还有地税上行的这类变量提前纳入你的现金流模型，避免事后被动补课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全职做这个的行业，也不要想着为这些琐碎的事情操心。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，就是选择专业的团队管理地产基金项目。这类全职的地产基金管理人，我们会提前替您测算风险区，锁定保费，做好整体的风控，让你自己不用和保险公司博弈，也不用每天算现金流，只专注长期的稳健收益。保险的费用暴涨不是孤立的事件，而是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风险溢价正在系统性上升的信号。在这个阶段，不是谁都能穿越周期，拿稳现金流的。有准备、有系统、有风控能力的投资人，才有可能稳中求胜。如果你希望参与美国房地产，欢迎订阅我，专门帮助全球华人以专业方式参与美国房地产的被动投资。欢迎订阅，感谢支持。